疯子，为了画出地狱变，竟然牺牲女儿，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父亲？所以，他才能画出真正的地狱。李科长这么一说，我还真看出来这是一幅地狱变。哎，你们说，这钱司令的宅子里弄这么副玩意儿干嘛？这不是引火上身吗？王处长，赶紧找人把他给铲了。哎，这王八蛋人哪儿去了？王处长，人呢？这王八蛋！王天香，哈，怎么这么吵？给起火了！这要是门烧穿了，谁也别想活了！快看看窗户！地狱变！让开！王翠香，你什么意思？王处长，解释一下吧。说是让我们参加什么机密的破译任务，可是转眼间就要把我们烧成地狱变，什么意思？金处长，一把喷火筒还是对着门缝，鸭子都烤不熟，怎么就扯上地狱变了？那您这是什么意思？大半夜的，拿我们寻开心的？是啊，我就是想知道，没有这把钥匙，诸位能不能打得开这扇门？王处长，今晚不管谁有什么手令，违抗哪级军令，我他妈都要走，老子不奉陪。钱虎一就死在这间大厅里，现在诸位有兴趣了吧？没兴趣。汪主席的手令上只写着让我们5个人执行机密破译任务，此外所有的问题我都不感兴趣，也没义务。诸位今晚的机密任务就是破译钱虎一的命案。这是汪主席的另外一份手令，诸位可以看看。追查凶案归警察局管，军官犯案归宪兵队管，实在不行还有76号，还有日本人的特务机关。这查凶案又不是破译密码，鸡鸣寺这张手令派错地儿了吧？有区别吗？诸位在密码船上破译森田大佐遇刺一案，不是比76号还精准？就算是鸡鸣寺有令，要我们5个协助调查钱司令的死因，可钱司令之死，据我所知，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调查结果。有说是自杀的，也有说是他杀，还有人说是裘庄闹鬼鬼杀的。王处长，你有什么证据就一定说是被谋杀的呢？钱司令告诉我的。钱司令的尸体上只有心脏位置有一处伤口，并且刀柄上有钱司令的指纹。根据现场可以推断，钱司令应该是自己手握着刀刺胸而死。可惜啊，这个凶手太不了解钱司令了。他不知道钱司令早年右臂曾经受过枪伤，只要用力弯曲就会疼痛难忍。不过是自杀嘛，有必要搞到自己那么痛苦吗？你说呢，金处长？
王处长，我刚刚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扇门上的锁应该是德国顶级锁具 Festmacher 吧？白秘书，有何见教啊？这所谓 Festmacher， 号称比哥迪乌斯绳结还难破解的顶级机械锁，就连盖世太保的顶尖间谍都拿它束手无策。钱司令生平谨慎，从房间到办公室用的全都是这种机械锁。每晚他的临睡前啊，都会亲自锁上房门，把钥匙放在这房间里。钱司令的死之所以是悬案，归根结底就在于他死的时候房门上锁，唯一的钥匙还在房间内，而这所有的窗户又都是封闭的。换句话讲了，王处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他是人是鬼，想要闯进这房间来刺杀钱司令，那可比他自己忍着疼扎自己一刀要难得多了吧？精彩，精彩啊！也就是说，白秘书，你还是认为钱司令是自杀了？那不然就是闹鬼了。诸位刚才都看见，我亲手把这扇门锁上了，所以你们都认为没有我手里这把钥匙，门就打不开了，对吗？就在10分钟之前，你差点把我们5个都烧死在这儿。这有顶尖谍报人员、破译专家、一流杀手，不照样还是打不开门吗？是吗？你有2把钥匙，钥匙当然只有1把，这把是对面西楼的钥匙，这把才是这扇门的钥匙。1把钥匙开1把锁呀，可惜这个世界上长得像的钥匙太多了。王处长，玩的一手好障眼法，但您能告诉我，这跟钱司令的死到底有什么关系吗？可惜，就是因为这么个小小的障眼法，钱司令丢了一条性命。大家一定觉得奇怪，钱司令为什么要偏偏睡在球庄的大厅呢？自打钱司令进了球庄之后，就跟着了魔似的，把这球庄上上下下所有的角落都搜遍了，因为他想知道球庄的秘密。到了最后，干脆直接就在这大厅里跟所有的破烂睡在一块儿，每天想着能从哪个箱子底儿，能从哪本书的夹页里边找出什么蛛丝马迹的，他是不是疯了？哈！啊，对了，大家应该都记得啊，钱司令遇害那天晚上是周部长宴请，他喝醉了。哎，慢点。据钱司令的管家老赵供认，钥匙那天是他亲自把钥匙交给司令。根据案发现场的照片显示，也证实了这一点。只不过不是开这扇门的钥匙。据我分析，真正的钥匙被管家老赵换走。可这钱虎一时喝多了，又不是死了，这么明目张胆偷钥匙，就不怕被人发现吗？就因为明目张胆啊，才不会引起怀疑。钱虎义已经醉了，就算发现，也会觉得是一场小小的失误。谁会因为一把换错的钥匙想到杀人呢？凶手进来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他应该是在寻找什么，也可能逼问钱司令什么。说，都藏哪儿了？说，都藏哪儿了？总之起了冲突，一刀致命。这回必须得锁门了。照你这样推测，那这把钥匙应该是在房间外面。可我们都知道，钱司令出事那天晚上，恰恰这把钥匙就在钱司令手里，对吗？
金处长，你还真是一针见血啊！此事的关键正是钱司令遇害当晚，钥匙就在钱司令手里。老爷，开门呐！钱司令，老爷，快开门呐！老爷，老爷，别敲了，把门给我拆了。钱司令，钱司令，钱司令，司令。这时，老赵趁机把真正的钥匙换回到钱司令的手里。所以，钱司令不是自杀，也不是闹鬼，而是有小人弄鬼。可怜啊，钱司令英雄一世，就白白坏了一条性命。王处长的故事讲得真精彩，比希区柯克的电影还要精彩。既然王处长都已经破译了，那我们也可以回家了。当然不可以。我破译的只是钱虎义被刺的方法，真正关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李上校，我记得你在培训机要处新人的时候曾经说过，破译密电的方法有3个关键是什么来着？代码、加密方式、收发机构。依我看，破个杀人案跟破译密电没有什么区别。杀人手法就是加密方式，凶手就是收发机构，代码就是杀人的目的。杀人的手法已经知道了，剩下的就是谁杀的，为什么杀。那不更简单了？老赵换了这钥匙，那凶手就一定是老赵。老赵人呢？把他抓回来呀！绑在你王处长的刑讯架上，一审不就全结了吗？金处长，钱司令遇害之后，裘庄上下几十口子我全都彻查过了。这个老赵当晚正在百福聚赌钱，赌到了天亮，有几十个老赌棍都亲眼看见他，他根本没有作案时间呀。更何况他是裘庄的总管，钱虎义右臂的旧伤他知道的清清楚楚。这么周详的计划，却在最后露出这么大的破绽，这不太可能吧？所以说，老赵偷钥匙是受人之托，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凶手。只要能让我回家，王处长说是谁就是谁，王处长说为什么就是为什么。真的吗？嗯。那依我说，凶手就在你们5个人之中。凶手就在你们当中。这王处长把我们几个人囚在这儿，是打算内部审讯了是吧？不瞒您说，王处长，你这时候我在军统也曾经干过，要诀只有一个，抓到真凭实据，一刀杀到死。恐怕不是抓到，而是造出真凭实据吧。您要是为难，我金某人还能教你2手。各位请放心，我王天香不是金处长，汪主席更不是戴老板，裘庄之内自有公道，绝无冤假错案。就先说说你吧，金处长。可以。是您说呀，还是我自己说？我倒是想问问王处长，我为什么要杀钱司令？都是军统投诚过来的老同事，钱司令在的时候对我很是照应，可钱司令一走，我这日子可不好过。大家都看在眼里。魏全，金处长，你是军统的老人，戴笠面前的头号心腹爱将，对吧？没错。可当时钱司令是你的下级，恐怕爬都爬不进你眼里。就因为投诚晚了1年，这上下尊卑就颠倒了。
人呐，不怕头顶上有人，只怕头顶上那个人原来是在自己屁股底下的。钱司令对金处长你越是关照，金处长的心里越是窝囊。一个萝卜一个坑。钱司令死了，张司令上位，这副司令的位置就空出来了。金处长，机会来了。接着说。金处长，你不仅有杀人动机，更有杀人的手段。复兴社时期的老军统，戴笠的头号心腹爱将，策划这么一个密室谋杀案，那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吗？证据呢？就在钱司令被害前3天，你往汇丰银行的一个账号上打了一笔巨款，这笔款子正是被管家老赵给领走，而且老赵被释放之后，当夜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必然是有高手协助啊！就凭这一点，只有你金处长做得到吧？可笑。那好，我想问问金处长，你为什么要给老赵汇这笔款子呢？明白了，王处长。按照您的分析，钱司令死了，对谁最有好处，那么谁就最有嫌疑。吴大队长也有当上副司令的资格啊。那我呢？我是张司令的人，钱司令死了，张司令上位，那我白某人自然也会得益。但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呀，大半个司令部的人恐怕都有嫌疑了吧？财务处刘处长，那是张司令的妻侄；人事处赵处长，这还是张司令的姨表妹夫呢。白秘书，杀人动机不光是趋利，还有避害。就说白秘书你吧，张司令的红人儿，所见过目不忘，行事滴水不漏，人称司令部的档案柜。据说你那儿啊，谁的黑账都有，有没有钱司令？是不是就因为这个，钱司令才礼次3番说要把你送到前线去当炮灰呢？到前线去当炮灰，那还有可能是九死一生。谋杀上司，这是必死无疑。哎，死了的上司就不是上司了，更何况你刚刚自己都说了，你是张司令的人。钱司令死了，张司令上位，你白秘书立下大功，怎么查凶手还不是张司令说了算？他不拿你，谁敢拿你？王处长，您现在这不是正把我当一个犯人在审呢吗？由此可见了，张司令也没有能庇护得了我。白秘书，你这是在将我王天香的军呢？那好，咱们就说说，钱司令被害前5天，为什么一向负责球庄防卫工作的刘队长突然被调任，取而代之的却是和你白秘书一向甚密的何队副？刘中队那是高升，调令是鸡鸣寺下的。王处长，如果您再有疑问的话，问汪主席就好了。这才最值得怀疑啊，对不对？啊，小小一个中队长，凭什么需要用到鸡鸣寺来签发这张调令呢？这一纸调令后边，你白秘书下了多大功夫，你我心里都有数。吴大队，呀呀呀！吴大队，你这一身的杀气，吓得我都不敢说话了。我记得啊，钱司令曾在军统受过特训，身手不凡。而那个凶手又是将他一刀致命的，按说能做到的，应该只有吴大队了。至于动机嘛，大家都知道，吴大队是钱司令的老人，一向交好，屡受提拔。可为什么那天却在钱司令的办公室里反目大闹，到最后连枪都掏出来了？2天之后，钱司令就被刺身亡。吴大队，为什么？
你问不着。哎，这说来说去都跟男人有关系，跟我们没关系。玉姐，咱们现在回去还能补个好觉，走吧。顾上尉，别急嘛，我还没说到二位女士。不管怎么说，都说不到我们身上呀。是你刚刚说的，这钱司令受过军统特训，就算宿醉未醒，对付几个女的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更何况，我和李上校都是文职，怎么可能一刀致命呢？顾上尉，杀人这种事情，不见得非要自己动手啊。顾小姐，你家财万贯，完全可以买一个吴大队这样的刺客高手，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要真能买凶杀人，我头一个先杀了你。再说了，这钱司令遇害的时候，我还没有入职，我有什么理由和动机呢？对，顾上尉，你入职确实是晚，可是我记得你加入剿总司令部的特训班是半年之前的事情吧？那个时候，钱司令就对顾上尉你多有关照了。顾小姐你呢，天生丽质，家世优隆，可是钱虎义偏偏不开眼呀，硬要拉郎配，要给顾上尉和他那个七弟保媒拉纤儿，惹得顾上尉大骂，说早晚有一天要找人弄死他。有这事儿吧？吴大队长，你现在就替我杀了他，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好啊，顾少尉，顾少尉，这个不知道，在下最看不得美人动怒，白某人替你白干了。李科长，自打进了裘庄之后，你一直都没怎么说过话呀。废话浪费人的智力。怪不得李上校是天才呢。可我听说，在你们情报界一向对女人是有偏见的，所以你当时能够入职机要处，还是全凭了钱司令的慧眼识才。钱司令一直很欣赏我，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是吗？可我听过这么一个流言，钱司令不仅仅是因为李上校你的才干才青眼有加，更因为你曾经帮钱司令吸过大腿上的蛇毒。这怎么说呢？肌肤之亲？不对，是有救命之恩。钱司令嘛，难免英雄好色，而李上校你刚好又死过2任仗，现在想弄死你！这说来说去，还是捕风捉影。如果这些就是王处长所谓的真凭实据，那我们几个都愿意签字画押，等着你上报给司令部和鸡鸣寺。我倒想看看这上峰会不会裁定就是我们几个人是杀害钱司令的真凶，判他个死刑。是吗？既然我说的都是捕风捉影，那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都是哪里来的风，谁造的影？诸位，就请各位拿出在密码船上揪出内奸金圣贤的手段来，帮帮我王天香，找出杀害钱司令的真凶。这里就是裘庄的密码船，这支中午会再走96个小时。3个小时之内，如果找不出杀害钱司令的真凶，如果诸位还没有破解第2代恩尼格玛劫，谁也别想活着走出去。那这支中将会是诸位的丧。又是密码船，谁让你这么做的？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利？你告诉我！
这王处长这么硬气，我估计除了汪主席的密令，这后边还有什么人给你撑腰吧？好，金木水火土五行金为首，那么金某就先开个头吧。王处长查的没错，我是给钱司令的管家老赵汇过一笔款子，可这笔钱跟他钱司令并无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老赵不是钱司令的管家，而是裘庄的管家。裘庄，他的第一任庄主姓裘，无人知晓其来历。据说家中藏有巨财，建起这座裘庄就是为了藏宝。可到底还是死于非命。于是乎，这裘家败落，子孙离散。日本人占领了沪宁之后，这座裘庄几经辗转，才成了他钱司令的府邸。那金处长，你又为什么要收买裘庄的管家呢？我想请老赵帮我找人，是2个人。谁？一个是裘家的少爷，另外一个就是我的那位克星。仇人？不瞒诸位，这裘庄主之死和我金某还真有点关系。往事不堪回首，那是10年前的事儿了。那次的任务就是戴老板亲自交代的，抓捕中共头号间谍陆勋章。这位号称中共密码机的陆勋章，传闻对暗杀爆破、破译编码、营救几乎无所不能。哦，对了，他还极擅长易容改装，会逃脱术，所以被戴笠宣增多次锁定，却屡屡逃脱。但即便是阿克琉斯也有弱点，这位中共头号特工最大的弱点就是太爱表现自己，所以我就设计了一个他不可能逃脱的陷阱。我请到了当时欧洲最有名的逃脱大师，在他面前表演逃脱术，却留下了行内人显而易见的体验。同是逃脱术大师，他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自仗其才，他会自己跳进这个铁箱来揭穿表演者的手法。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还没等陆勋章跳入牢笼，这位神秘杀手他竟然先动手了。把我的诱捕计划，几乎是我20年职业生涯中最干净、最漂亮的诱捕计划，全打乱了。那后来呢？后来，这个陆勋章还是被我们的人抓捕了。经过2个多月的抢救，才开始能够说话。为此，他戴老板大怒。2楼隔壁包厢里的客人，不幸成了我金生活的替死鬼。隔壁包厢里的男人正是裘庄的庄主裘正恩。顶级粉钻价值连城，上海的富豪多，可富豪到这种地步的，也只有裘庄的庄主。没想到我金某10年前就和这裘庄扯上了关系，还是人命债。王处长，这是不是天数？可这人又不是你杀的，金处长为什么还非要通过裘庄管家去找那个裘庄的小少爷？因为当时包厢里还有一个人。宝贝，你看那儿。所以说那声宝贝儿叫的不是老头，而是他们的儿子裘家少爷。
所以金处长，你是想通过裘庄的管家找到这条漏网之鱼，然后再斩草除根吧？斩草除根可不是我金某人的风格。我真正要找的，是那位要斩草除根的间谍同行。正所谓杀亲之仇必不能忘，我相信只要那孩子看过那个人一眼，他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了。能够执行这么重大的机密任务，那一定是徐恩增的顶尖高手。我只要一天不查清根由，我就一天认为这脑袋不是扛在我自己的脖子上。金处长，你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间谍捕手，想要调查一名中统的特工，会没有别的办法吗？这样的说法，谁会信呢？王处长出身草莽，对军统、中统的特务人员管理大概是一无所知。没关系，今天我就来教教你。这是老蒋他定下的规矩，只要是间谍，身份档案，它的等级分为3种，密级最高的，他根本就没有档案，几乎是个隐形人。再加上军统、中统隔绝如山，你让我去查中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不是找死吗？理解理解。金处长当年被逼投诚，正是因为军统中统之争嘛。那金处长，你花了大价钱买通裘庄管家，想必那位少爷已经找到了吧？是谁呀？他只告诉我这孩子是找着了，但一时不能见我。紧接着就发生了钱司令的命案。等调查结束之后，这位赵管家就突然失踪了。王处长，我的自白已完，您看着办吧。接下来该谁了？哟，王处长，您这眼神可比刑讯室里的老虎凳还要吓人呢。您也别盯着我看了，我来说吧。钱司令之所以3番5次的把我扔到前线去当炮灰，不是因为我手里捏着什么他的黑材料，而是因为我发现了一份假材料。大家都知道，鄙人别无所长。也就是这记性，还算是不错的。在司令部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份文件，这是一份述职登记，本来并没有什么出奇之处，可是就偏偏在籍贯这一栏被人涂改过。很显然这是个不应该出现的错误，就像咱们的姓名、性别一样，没有人会把籍贯给填错吧？出于好奇呢，我就调阅了这个人的所有档案。又发现了2处极其细微的不吻合之处。正所谓是说谎的时间越长，这细节上就越容易出错。这个人的履历是假的。大家猜猜，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呀？白秘书，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说？赶紧说吧。他就是钱司令的亲信爱将。刘中队。白秘书，接着说。后来我忍不住嘴贱，就试探了刘中队几句，可没想到，这就犯了钱司令的大忌啊！所以你就通过张司令把刘中队调走了？不，这纸调令是钱司令亲自活动鸡鸣寺，这才拿下来的。鸡鸣寺亲自发的，你是不是奇怪？调动一个小小的中队长，我这当司令的完全可以办得到，为什么非要经过鸡鸣寺？
说实话，我也不清楚。这世上有太多的事情搞不明白，也不能搞明白。好奇害死猫，糊里糊涂的人命大。是，还有一句话，让一个人消失有很多种办法，其中有一种就是动手。正所谓是好奇害死猫啊！钱司令之举就更让我好奇了。这个刘中队，他到底是个什么身份？我不过是无意中发现他的履历造假。说实在的，这种事情在司令部里也绝非个例了。但是，为什么还犯了钱司令的大忌呢？我只是个小小的机要秘书，事关上峰心腹的事，我可是无论如何都不敢多插一句话的。钱司令还是要大费周章的把刘中队调走。还有，刘中队年纪轻轻，一无背景，二无资历，为什么会深得钱司令的厚爱呢？前思后想啊，反常，实在是太反常了。白秘书，这刘中队是不是叫刘克成啊？顾上尉入职不久，也知道他的大名啊。这钱司令给我拉的郎根本就不是他的七弟，而是这个无名小卒刘克成。怪不得凤凰配鸡，我要是顾上尉，也得买凶杀人。看来这个刘中队的身份背景的确不简单，值得上我白某人的一条性命，也值顾成王的万贯家财。王处长，你是信也好，不信也罢，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这个算计真把我弄到老虎凳上，我也只能讲出这么多了。好，接下来归轮到吴大队了吧？您曾与钱司令在办公室关门大吵，甚至还威胁说要杀了他，为什么呀？因为他要我杀一个人。谁？就是那个刘克成。钱司令让你杀了刘中队？就在调令下来后的第二天，他要我带一队兄弟假扮救国军伏击刘中队，但我拒绝了，所以他要挟我，说要弄死我。别铁脸不要脸，弄死你比掐死一只苍蝇还要简单。那就看谁先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他办公室里拔枪拍桌子。不信，你可以下去问钱司令啊。信，我信。但是我就不信了，钱司令对刘中队厚爱有加，为什么要痛下杀手呢？要不你下去问钱司令啊？不批不批。王处长，也不用您指挥了。李上校，该您了。钱司令为什么这么赏识你呢？还数次邀请你来到这个球庄。钱司令把我调入司令部，就是破译密码。李上校，在座的各位都说了实话，你就别再掖着藏着了。我没有说谎，只不过他要让我破译的是球庄里的死人密码。球庄里的死人密码？玉姐，别说这话吓唬人。我说的都是实话。钱虎义似乎相信那个传闻中的球庄宝藏真的存在，埋藏的线索就在已故去的球庄主的密码里。这是球庄所有的照片，你看，这张就这张，这是在地下室的一盒古董中，你看是不是这张？司令，在这里我真的看不出隐藏着什么密码。不可能！你再帮我好好看看。啊，对了，就在这个球庄里面，就在这间房间。啊，这里，在某一个房间的一个摆设里面，一个小小的细节里面就藏着密码呢。这幅壁画倒是价值不菲。对，就这幅画，我一直觉得它有问题。你帮我好好看看，是不是就在这里面？钱司令。整个球庄东楼我都亲眼看过一遍，
实在没有您口中所谓的什么密码。依我看，您还是不必白费力气了，不必寻找一份并不存在的东西。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富可敌国，拒父为兄。他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些万一刘天遭到了不测，他帮给家人留点线索吧。我知道。这么说，钱司令临死之前一直在寻找这笔巨财。这么说，钱司令临死之前一直在寻找这笔巨财。西方医学上管这种脱离实际的幻想行为叫做妄想症。哦，这裘庄宝藏可不是什么妄想。就像这样的顶级粉钻，是妄想吗？这裘庄的宝藏，我认为它一定是真的。就算是万贯家财，也早就被他的家人瓜分了吧？还能等着钱司令来找？没有瓜分，就在裘庄。钱司令这点个人爱好，王处长这么清楚？哈，我怎么会清楚？听说，都是听说的。当年在江湖上行走的时候，听过一些传闻嘛。裘老庄主在上海意外身亡，只留下一个不争气的大少爷，守着偌大的家产，坐吃山空，整天在庄子里找什么老爹留下来的巨财。结果还没找着，皇军就把杭州给占领了，他就扮什么忠臣烈士，疯疯癫癫的出城去了，早不知道在哪儿要饭了。所以我才觉得，就算裘庄真有什么宝藏，那个败家子儿肯定也没找着，一定还在裘庄里。白秘书，你看到刘中队的履历上，他多大岁数？24岁。金处长问这个干嘛呀？这就对了，全合上了。合上了？什么合上了？他是说刘中队的身份和钱司令的死亡之谜对上。金处长，愿闻其详。这个事儿还是让李科长来说吧，反正我说什么话都没人相信。直截了当地说，刘中队刘克成就是杀死钱虎义的真凶。李科长，做这样的判断可要有真凭实据。我没有证据，只有推理。王处长要听吗？洗耳恭听。刘克成就是裘家的幼子，当年在天花板里逃出一命的小少爷。金处长刚刚也说了，那个天花板最多藏下一个半大的孩子。趴好了别动，不管遇到什么事，不许看，不许出声。刘克成的履历上年龄是24岁，正好跟10年前的年龄对得起来。光凭年龄相符，李科长、金处长，你们2位就推断刘克成是裘庄幼子。白秘书刚说过，刘克成的履历是假的，年龄靠不住。王处长应该知道，为了方便伪装者记忆和执行，虚构程度再高的履历也会有一定真实的成分。而且，经历、籍贯都容易作假，年龄却很难。这个信息又无关大局，一般都会根据真实的情况填写。刘中队的人大家也都见过，23、24岁的年龄是符合他的生理状态。好，其他证据呢？我说过，我没有证据，但只有他是裘家的小少爷，才能解释他与钱司令的关系，他对钱司令的态度。如果真是心腹爱将，自然应该在荣毅立功的职位上重用，而不会把他调入裘庄值守。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他要利用这个遗孤，找到裘庄主留下的宝藏。刘中队，李科长，
你好。而裘庄已成钱虎义的府邸，昔日的小少爷也只能与他合作，才有机会重返故园，寻找父亲的遗产。他们只是相互利用的狼和狈，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钱司令会对觉察到刘中队身份疑点的白秘书那么恼怒。一旦刘中队遭到怀疑，查出他的真实身份应该不是太难的事。而裘庄本是司令部公产，一旦被人查出刘克成就是裘家的小少爷，裘庄的宝藏就轮不到钱虎义来查，甚至还会丧命。那钱司令为什么还让吴大队杀了这个小少爷呢？有2种可能：一是小少爷的身份已经被人发觉了，钱虎义为了在日本人面前保住秘密，只能杀人灭口。毕竟，保住自己的命，还是比找出宝藏要紧一点吧。你凭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呢？王处长，你别忘了，金处长收买了赵管家，让他去调查裘庄小少爷的下落。我相信这不用调查，赵管家是裘老庄主留下的老人，就算时过境迁，面目全非，对小少爷也还是有些印象的。也许只是一个习惯的动作，或是一道汤的味道。要认出一个长大的孩子，并不是难事。而且，金处长还说了，他给了赵管家一大笔钱之后，赵管家就告诉他，裘庄的小少爷已经找到了。说不定，他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被钱司令发现了。这时候钱虎义没有办法，只能杀人灭口，将2个人都除掉。所以2个人被迫联手，一起杀害钱司令，也就顺理成章了。精彩！李上校刚才说过，还有另外一个可能。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钱虎义已经独自找到了宝藏的线索，裘家的小少爷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偏偏这个时候，白秘书又察觉到刘克成的履历上有蹊跷。为了杀人灭口，也为了少一人分赃，不如杀了他。也许这位一直留守裘庄的老管家，从来没有背叛过裘家，一直等待着这位小少爷回来保护他。既然钱虎义出尔反尔，动了杀心，他们也只能先下手为强了。这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钱司令看似一条好汉，可却死得一身的铜锈味儿啊！天下熙熙，谁不为财啊？我看呐，真正能视金钱如粪土的，也不过是顾少爷您这样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贵人了吧？好了好了，不要内讧。王处长，我们个人身上的疑点都解释清楚了。这杀人真凶，还有钱司令的死因，李科长也都给你破译出来了。王处长，怎么样？是不是可以结案了？我们几个是不是都可以回家了？大开眼界，诸位高才实在令田香大开眼界。五位，你们都不能离开裘庄。真正的隔离审查从现在开始。隔离审查？对。因为你们5个人在1个小时以内就编出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你们在那艘密码船上是如何串供的。报告龙川大佐，你交给水下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这5个人都是伪造证词、勾连串供的高手，绝对不能信任。龙川飞员，特务机关副机关长。金处长，幸会。在下就是大日本皇军派遣军驻上海陆军司令部特务机关副机关长龙川飞员。
诸位慢慢享用吧。龙川大佐，我实在是不明白，这半夜3更的，王处长把我们所有人都押进囚庄，又是放火又是审讯的，还让我们破译什么杀害前司令的真凶，我们也都配合了，也破译了，可为什么还要继续拘押，搞什么隔离审讯？您是顾上尉吧？杭州船王顾先生的千金，比我想象的还要年轻，还要迷人。小梦，拂晓前的一场梦，多好的名字！可惜你这么一个家人也上了密码船，甚至涉嫌杀害森田大佐。森田大佐的命案，王处长已经审结了。你们是玩命的，玩命的！真凶是苏联特务金圣贤。大佐，您还真是爱开玩笑。金处长，能否告知在下，要练成那样吐烟圈发密码的绝技，需要抽掉多少只雪茄？您的肺部还健康吗？行了，各位都不要再打哑谜了。其实你们心里都很清楚，金圣贤并不是杀害森田大佐的真凶，他只是一个情报黑市、倒卖牟利的小人，也不是什么苏联的特务。王天香说的没错，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伪造证词的一流高手，就这么坐着，抽着雪茄，吐着烟圈，声情并茂，一次又一次把一个无辜者推理成了杀人凶手，实在是漂亮。我详细的阅读了当夜你们的记录，5个人的证词配合的天衣无缝，谎言很少能有这么完美。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真的是心有灵犀吗？我苦思不得其解。幸亏了那封囚庄的电报，让我想到了这个办法，请大家来囚庄，再破一次钱虎义的命案，好让我从容容地领略一番你们究竟是怎么串供的。一马不再用原本是情报界的业务常识，但今天审的不是森田之死，而是前司令的旧案。审讯者又是草莽出身的王天香，他对你们的把戏一窍不通，所以你们就放松了警惕，故伎重演，把诬陷金圣贤的那套招数又搬出来用了一遍，给什么钱虎义找了另外一个杀人真凶。可你们没想到，我在这儿从头至尾的欣赏了你们的表演。怎么说来着？那句中国的老话，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大佐，如果你还是为了调查密码船上的案子，就该明白一个最清楚的逻辑。就算金圣贤不是凶手，也不意味着指认他的我们就是凶手。既然你详细查阅了证词，就应该了解，当时是金圣贤一力指控我们5人在先。你们5个人一起策划了这场谋杀。我们一则因为他确实可疑，2则也有自保心理。指认出他的作案嫌疑，也是合情合理。
李上校，李科长，终于见到你了。我简直是日思夜想，辗转难眠啊！不过你别误会，只是因为听了太多关于你的传说，很是好奇。今天见了面，果然气质优雅，皮肤也很好。看来杭州的山水养人呐。你是个密码天才，而且是玩弄逻辑的高手。但这会儿我不想跟你玩什么逻辑游戏，我只想问你一点：按照你们的供词，那封电报确实是金圣贤发出来的，来诬陷你们5个人。那为什么桂上峰张司令在接到那封电报之后，依然要派出自己贴身机要秘书上船呢？可见，发那封电报的人就在你们5个人中间。这个逻辑漏洞，天才也解释不了。不过诸位请放心，今天请大家来求庄，不是为了审什么钱虎一的命案，也不是来清查森田之死。他太蠢了。我只是想弄清一件事：你们当中到底谁是内奸？内奸？对，内奸。金处长跟着戴笠查了10几年内奸，对这个词不应该陌生吧？你是说我们5个人当中有内奸？这话从何说起？已经过了午夜了。今天是公元1941年6月22日，按照李科长在船上获译的那封德军密电，就在今天，德国人要对苏联人有所行动了。恭喜大家，这份生死攸关的情报成功地传递出去了。只可惜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情报是传递出去了，但传递情报的人被我方的黄雀嗅到了风声，所以你们这条情报线暴露，而且还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中共的高级间谍老鬼。唉，遗憾的是，黄雀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但是他可以确定一点：情报是在船停靠当天传递出去的。能够接触到这份情报内容的专家，在船上已被三井杀掉大半，金圣贤也被羁押，剩下为数不多的人当中，也包括你们5个人，就有一位是中共的特务老鬼。诸位，欢迎来到裘庄这间地狱，捉鬼。根据你们在船上破译的军报，德军很可能在最近几天就要攻占苏联。德军的加密手段直接关系到战争的全局，这才比任何一个任务都更有价值。不管是金圣火还是李宁玉，至少今天他们2个还没有从根本上怀疑你，你暂时还是安全的。但假如试探者另有其人，你是否已经在他们眼中暴露了，我们还不得而知啊。先生，小梦的车被送回来了。情报处的人说，他是和金处长一起出去执行任务，是汪主席签发的手令。小梦去了那种地方，晚上不回来恐怕是常事了。您不必一直等到他回家，您才肯去休息吧？不，今夜是不同的。
华盛顿的时间比我们晚了12个小时。如果我能在12小时之前不让他出这道门，就好了。怎么，先生？您的意思是，小梦她有危险？您在哪儿得到的消息啊？不必任何人告诉我，我是他父亲，我知道。藏得再深的鬼，在强光底下，也该现形了吧？龙川大佐，这10几天里，我们5个已经受到太多的指控：偷窃密码机机密，杀害森田大佐，杀害前虎一司令，现在又是被指控为中共的内奸。无非就是只有我们几个接触情报的人活着下了船。可是别忘了，除了我们5个人，还有5位专家也知道情报的内容，他们也有嫌疑。李科长，你又在破译密码了。刚才你说要破译密码需要3个要件：代码、加密方式和收发机构。你方才是挑衅我，以便于掌握我的代码，也就是我获得了多少信息，进一步刺探出我的加密方式，也就是信息是如何传递的。有了这2个条件，你就可以成功的破译最后一项，收发机构，也就是我方潜入中共的那支黄雀。你不使用香水，这对于一个谍报人员来说是个好习惯。龙川大佐，你是在指控我，还是在侮辱我？都不是，在试探，相互试探。不过你过关了，因为你刚才的心跳，也就是我方潜入中共的那只黄雀，很正常。故弄玄虚是宫廷小丑的拿手好戏。你看，你又在挑衅我，你想激怒我，让我泄露更多的信息。哎，你刚才不是质问我，还有5位其他方面的专家也知道情报的内容，而且他们活着下了船，为什么我单断定老鬼在你们5个人中间？愿闻其详。你们在座的5个人当中，每个人身上都有老鬼的疑点。而李科长，你身上的疑点最明显。我真是好奇，为什么你一定要求把所有的专家都集中到会议室来见证你破译2代密码机是否成功呢？你看，你不用香水，不戴首饰，这显示你并非一个图谋虚荣的女人。一旦破解失败，众目睽睽，你就连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需要一个机会，来把情报泄露给所有的专家，而且经过森田的同意。这样等情报发出去，即使发现有人泄密了，
他们也变成了你的替罪羊。李科长，干得漂亮。对于大佐，我只有一句话评价：妄想是人类所有烦恼的母亲。还有一句话：想象是人类所有进步的父亲。顾上尉，我说的对吗？哼。但是我还得告诉你，很不幸，你身上的疑点一点儿都不比李上校轻。没错，玉姐，不，李科长当众破译2代机时，我也在现场，我当然有嫌疑啊。不，你的嫌疑是伪造了白秘书、吴大队长还有金处长知道情报内容的证词。你根本就没有破译2代恩尼格玛机。当然不是，李科长根本就没有接那封假密电，是我担心金处长打扰他的工作，所以就谎称他接收了那封假密电，直到他真的破解了2代恩尼格玛机，我才将那封假密电交还给金处长。当时白秘书和吴大队长也都在现场啊。撒谎！我没有，当时就是我们4个，一个都不少。当我看到金圣贤和3警关于这一段的供词的时候，我觉得好奇怪呀。伪造密电，这是足以受到内部惩罚的大罪。金生火和吴志国一向不和，而且得不到张司令的信任，他为什么偏偏要当着白小年和吴志国的面拆开那封假密电呢？把自己的把柄生生地塞给别人手里？那只能说明你的这段供词是假的。你这么做就是为了扩大知道情报人的范围，以证明5个人都有泄密的嫌疑。那就奇怪了，既然李科长已经把泄密的嫌疑人扩展到了所有的破译专家，那我又为何冒着被揭穿的风险，要硬扯上金处长、白秘书，还有吴大队长呢？也许因为老鬼要潜伏在剿总司令部里，早早晚晚泄密是会出现的。不如趁这个机会找一个替罪羊，这单买卖划算。能找出这么生硬的理由，龙川大佐，您费心。怎么？您刚刚说话的时候，我的心跳变快了吗？聪明漂亮的女人的谎言被揭穿的时候，从来都不往心里去，因为她们习惯了。陈元终于得雪，多谢了大佐。金处长现在说这话还为时过早啊？怎么呢？我一没有参加破解，二没有主动刺探情报，就算歪打正着猜中了密电的内容，那足以说明我没有窃密和泄密的主动企图。还有什么嫌疑吗？金处长身上最大的嫌疑之处就在于，你太不主动了。是吗？我一直弄不明白，在破解2代机的行动刚刚一开始，你就要坚决出去，将自己置身于事外。哎，我烟瘾犯了，想出去透透气儿。李科长，金某无能，就养正5年了。可万一李科长失手了呢？李科长就是失了手，我金某人也于事无补。作为机要处的主管，剿总司令部此次行动的负责人，居然对破解任务避之不及，这不是太可疑了吗？不瞒你说，密码机事关军部特级机密，
逼人害怕。害怕卸磨杀驴。然而一旦破解不成，金处长还是难逃一死。如果诸位还没有破解第二代恩尼格玛机，那这只钟将会是诸位的丧钟。我们机要处3个人精诚一致，以自己的性命来赌这个局，您看够吗？没错，这话是我金某人说的，因为我相信李科长的能力，他绝不会失败。另外嘛，顾上尉的父亲是汪主席的座上宾，如果任务失败，顾副会长又救爱女，也不得不搭救这剩下的2个。金处长既然如此信任你的下属，又已经做好万一失手有退路的准备，为什么还要伪造密电呢？除非从一开始你就断定这份情报非同小可。你原本是去催促李宁玉破译密电的。李科长，怎么还不动手？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但是当他点出这是2代机加密的德军绝密情报的时候，你改主意了。这种复杂的算法肯定是德军的恩尼格玛。没有恩尼格玛机，单靠手工破译，别说2个小时，2年也算不出来。这个情报界最先进的机械加密技术，恐怕连破译天才李宁玉也不可能破解得出来。为了一份希望渺茫的情报，冒着暴露自己甚至被森田灭口的危险，太不值得了。李宁玉说的对，2代机加密的电文，人脑是不可能破译的。但是你对上级的忠诚，又促使你去争取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凭借着对欧战形势以及对日德苏中4国战略关系的分析，你很快判断出这份情报应该是德国对苏联的军事行动有关，于是你就赌了一把。你炮制了一份假密电，把这个交给李明月，你负责安保接近他，应该是顺理成章。这什么？破译的德军电文。万一破解不出来，李宁玉可以拿他交差，但是你又知道，李宁玉高傲，是绝不会拿假密电来保命的。他可是李宁玉，他这样的人，你要他拿假密电逃命？照大佐这么分析，我这么做还有什么用处？如果破解不出来，那么那份假密电只是一个提示，可以引导李宁玉的思路。如果破解出来了，那你就可以不露痕迹地掌握真实情报的内容。我是不是猜得8、9不离10，对吗？金处长也是天才，猜测人心的天才。金处长，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金处长真不愧曾是戴笠手下最器重的人，出手不出面，真是个欧名。舌头虽软，断人生死。莎士比亚这句台词，我好像今天才品出味道来。龙山大佐，您就别费心思在我身上找疑点了。我在破译完成之后才上传的，再加上您刚刚亲口都说了，顾上尉捏造了我和吴大队也知道情报内容的证词，所以从头到尾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到情报，更不可能是您说的什么老鬼。说得好，白秘书。就时间而言，你没有可能窃密。但是如果情报是你发出去的，这就说明老鬼是2个人，一个是你，
一个就是吴大队长。吴大队长，裘庄那份电报是你发的。この発信機利用して极度专业的杀人手法，极度挑战体力和应变的藏身方式，这整条船上，只有你吴大队长做得到。也不过就杀个人，藏天花板嘛。在座除了2个女人，任何男人都做得到。我们先不纠缠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如果，情报是你发出去的，你就知道这份电报一旦到了司令部，就一定会落到张司令最信任的机要秘书，也就是白秘书手上。也许这是你们发的一个暗号呢。向你的同志发出了警报，船上有一封非常重要的情报要传递出去，但是你无法保证自己能够活着下船，于是白秘书就上船了，而且是在密电刚刚破译出来，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怎么是他？昨天的电文里，你到底写了什么？你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离开这里，就能保证情报的传递，而吴大队长一定会拼命保护他这位同事平安地下船。精诚团结，合作无间。日本共产党比起贵党同志的作风，差得太远了。一派胡言。一派胡言，是吗？平心而论，我的分析，你们是不是每个人心中的疑点都已经找到了各自的答案？我是不遗余力的试图救你，你倒也是不遗余力的多次想害我金某。但请记住，一处一错是动机问题，多处一错是技术问题。我只想知道，电文里“裘庄”是什么意思？这“裘庄”二字，大概就是吴大队长对张司令念的一道紧箍咒，简直是无稽之谈。给司令部的电报发了吗？放心，张司令他一定得来。诸位都辛劳了大半夜了，也都累了。疲劳审讯这种低级伎俩，鄙人不屑使用。王处长，房间准备好了吗？啊，报告大佐，房间都准备好了，5位的行李也都安顿好了。好极了，那大家就回去吧，好好休息。也许一觉醒来，突然想起了某个疑点，你们来找我举发，我们就揪出老鬼。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找到老鬼，剩下的人都平安。不然的话，如果7天过去了还没有找到老鬼，所有人都得死。
教，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老鬼！别以为这里是密码船，是你们的机要处。只要咬紧牙关就可以有惊无险。记住，这里是囚庄，是你们的法庭、你们的监狱、你们的刑场。不要抱任何幻想能够活着离开这里。也许早些求死是种解脱。诸位晚安，做个好梦。